wasn't holding you. I can't see the end, but we'll see it through. Times don't fly too high. Be sure to keep the ground in sight. Fly forever if you keep it tight.3个时辰，卯时3刻腌上的，不多不少，正好3个时辰。黄酒何时加入2个时辰之前。入料之前可曾捶打？我亲眼见张屠户取的肉，当着我的面用刀背来回捶打了6遍。谢谢冬菇。哎，叫姐。冬菇姐。这梅肉取自第4、5根肋骨之间的背脊之上，亦肥亦瘦亦有筋，烤制之前必须捶打，便可肉松筋散，才好入味。再由广陵食记中的秘制腌料腌制3个时辰，再附以梅子酱佐食，便可去腻回甘，堪称天下珍馐。唐大人，得罪了！哎，我的肉！唐大人得罪了！哎，我的螺！喂！哎，让一让！喂！让开！哎，结果。案情实在是太紧急了。可有命案？没有。可有伤人？没有。可有走失？没有。那你不能让我好好吃完这顿饭再来吗？哎呀，不是，虽然这是些鸡鸣狗盗的案子，可是这些鸡鸣狗盗的案子它一块儿来了呀。你这样，我绝不耽误你吃饭。你一边吃，一边审。怎么了？梅子酱忘在冬季了。哎呀，就一个酱的事儿，算我欠你的，行不行？这顿你先凑合吃，只要你把案子给我审好了，你想吃什么我请。念。草民张全，家住城南果子巷，成化时。停。又怎么了？这样一个一个念，要审到何时？那依你之见呢？一起来。草民张全，家住城南果子巷，今早发现家中发现一头斑牛，接往一马多伦多以后，经高警王法告发群入绝所知道蚂蚁形制，经查此马为太平寺马正。昨日可曾下雨？下了。大吗？不小。那昨日下雨之前，这只鸡在何处？一直在鸡窝里待着，老实着呢。空口无凭。唐大人，可有证据？前日我在耳墙之上撒了白灰。行窃官马，这可是充军流放的重罪。我就是要出城，这马它一直跟着我。雨前雨后，天潮地湿，
这鸡窝内气味难闻，所以这只鸡绝对不可能待在鸡窝里。你说下雨之前你的鸡在鸡窝待着，这就说明你从未养过鸡，所以这只鸡绝对不可能是你。墙上的白灰被雨冲刷过，你认为不会留下任何痕迹。然而白灰遇水便会发热，这墙上日积月累的青苔被这白灰水烧过，便会变成极为细腻的青灰泥。你的身上没有任何白灰的痕迹，但是你的双手指缝间以及袖口都有青灰泥。对此，你如何解释？他身上是否带着什么？哦，回禀汤大人，从这老者身上搜出布袋一个。大人，小老儿胃部有虚寒之症，这果脯是治胃病的。这果脯固然能治胃病，但是还能用作他用。你知道马儿喜食甜物，便用此方法盗马，引得马儿自己跟你走，手法老道，心思缜密。这说明你不仅是个盗马贼，还是一个惯盗。大胆老贼，还不如实给我招来！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要是不招的话，我就让你尝尝我顺天府的厉害！欢迎欢迎。您想吃什么呀？一壶黄酒，半斤牛肉。好嘞，您稍等一下，我马上就来。今年天气不错。啊？昨夜下了一场大雨，关外应该也下雨了吧？若是今年风调雨顺，草原上打下的牧草足够牛羊过冬，那么瓦剌人便不会因为缺少食物粮草而难起，边关将士们就能少打一次仗，少打一次仗，便会少死很多人。不是，你说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你15岁从军，17岁在五军营当了武长，20岁随千户丁如孙调往大同，编入云州铁卫。22岁官至百户总兵。戍边5年，出战100余次，却在27岁那年正月初5，刺杀了当时已是守备将军的丁如孙丁大人，改名换姓，逃至关外。11年间，再也没有人知道你的下落。不是，你找错人了吧？我今年才25。我说的不是你。家奎，我找你很久了。借一步说话。仅因为北镇抚司总旗，随州，当过兵，戍过2年边。7个人，知道你有本事，不敢怠慢。你觉得你能拿得住我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想试试。如果你想逃，
以你的身手，我们7个人恐怕拦不住你。但若你要带着妻子儿女，便没那么容易了。我若跟你走，能不能不要为难他们？祸不及妻儿，此事与他们无关。好，我可以跟你归案，但什么？我还是想知道我能不能走得脱。公子买花吗？公子要看看鲜花吗？停！要不要看一下鲜花？公子看一看吧。真好看。公子请自重。谁叫这花这么好看呢？哎，去哪儿，小姑娘？干脆，人和花我全都要。走吧，公子请自重。公子，没事吧，公子？哪儿啊？站住！这个糖葫芦上面沾了你的口水，我也不要。信了，送你吧。这东西好好的，不想吃也别浪费嘛。你是个什么玩意儿？你信不信我弄死你？什么人这么厉害，在这荆棘之地闹市之中也敢喊打喊杀的？荆棘之地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啊？往那边看，睁大你的眼睛往那边看，看见了吗？就算是武安侯本人，也不会在这里大吼大叫的，更何况阁下只是武安侯之子。你认得我？郑侯爷膝下良子，一嫡一庶。听说这嫡长子郑成不学无术，还是个好色贪杯之人，莫非就是你吧？放肆！我家世子的名号也是你能随便说的？谁让你认的？公子，我错了，公子，多嘴，叫你多嘴。公子，啊，公子，这前面的路啊，被闹市之人堵住了，我选一条远点的路回府。这儿。不好了，陛下，太子伴读韩藻失踪了。父皇，韩藻与儿臣情同手足，几个时辰前，儿臣还与他一起写字，现在他突然不见了。太子，起来说话吧。起身吧，一直跪着，成何体统？谢父皇。谢陛下。太子贴身总管太监何在啊？奴才刘向参见皇上、太后、贵妃娘娘。起来说话。谢陛下。今日到底是什么情况？今日午课之后，太子殿下留在文华殿继续修习老师留下的课业。小枣说要回家晚饭，便早早离宫了。唉，韩藻这个年纪的孩子，就是一时贪玩。我看太子也要另选一个伴读了。我看贵妃素来关心慈庆宫的情况，想必是很清楚韩藻的行踪吧？
禀告太后，臣妾不是这个意思。母后是误会贵妃了。陛下，韩藻这件事，你看？此事牵扯内宫，有在经济之地，就交由北镇抚司查办吧。为美丽的夜色和动听的音乐干杯！去吧。大人，怎么了？哦，王直来了，他要见我。王直？哪个王直啊？还能有哪个王直啊？西厂督工王直。王直深夜来访，是何用意啊？怕是来者不善，大人可要小心呐。哼，一个阉人能厉害到哪儿去啊？督工久等了。于大人，深夜造访实在是有些冒昧，但确实是有要紧的事务，不得已才半夜叨扰。初次造访有些匆忙，小小薄礼，不成敬意。哎呀，督工你太客气了。坐坐坐。于大人啊，看过这个了没有？这份折子上书的内容是关于立储之事。对呀，可有什么不妥？立储之事事关重大，我们做臣子的自然要为陛下分忧解难，哪有什么不妥啊？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但这折子的后半段提到了贵妃，说什么独断后宫，干预朝政，贵妃娘娘听了十分的不高兴啊。这些老夫说的都是实情啊。您说的是实情没错，但说到底，这毕竟是陛下的家务事，我们做臣子的说这些，不太合适吧？所以啊，不仅仅是贵妃娘娘不高兴，陛下也不太高兴。督工，有话你就直说吧。陛下不高兴，我们就得多留意。这一留意不要紧，发现于大人不该说的话，可真没少说呀。此言怎讲？成化12年9月12，于大人与礼部侍郎王大人、户部郎中孙大人、督察院御史陈大人，还有詹事院的钱辅成一起吃饭。席间，大人提议各部官员联手抗衡万党，祸乱朝政。成化13年5月13，江西城宣布正史司缺一名参政，于大人安排自己的二公子补上了这个空缺，并在他的分巡道按察司制副使的位置上多补了2年的履历。上个月初8晚上，于大人与夫人安寝之前，说什么陛下偏信贵妃，不识谗言，万党与东西厂的阉术把持了朝政，结党营私，欺君罔上，与内眷妄议朝政，这哪一条都是死罪，数罪并罚，可是要斩满门诛九族的呀。督工，你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陛下和贵妃娘娘开心。
悠悠然传出一句话来：“请问公子何时再来？”公子诧异问道：“姑娘，何出此言？”女子曰：“奴家每每见到公子，便心生欢喜。公子来一刻，奴家便欢喜一刻；公子来一个时辰，奴家便欢喜一个时辰。”冬儿，大晚上的能不能轻点？这是晚上夫人做的点心。那些书不能做。书怎么了？没什么大不了的吧？做书会变笨。骗人！夫人今天心情不错。夫人倒确实是好心情。今日收到消息，老爷不是就要返京了？老爷一早就说你房租太低，现在租期将近，80%是要涨价了。不是我1年才20两的俸禄，怎么又要涨房租啊？你一个堂堂从6品的官，天天碌碌无为，好吃懒做，只知道写这些小说。现在交不起房租了，在这里着急上火，怪谁呢？不是你一个小丫头，你跟我聊为官之道，国家大事你懂吗？你懂？你知不知道，现在官场上贪官专权，多是逢迎之辈，不干实事。南方暴力无数，使得民不聊生，盗乱四起。再加上前朝宋元之时，大量银钱外溢，导致国库空虚，以至于大明宝钞乱印，价值一落千丈。近几十年，北方战事吃紧，辽东朵颜3位虎视眈眈，可军界统帅却多是无才无能之辈。要我说，现在于朝廷就应该整朝纲，查贪腐；于国库必须彻查账目，开源节流；于北境整军务，立军功，肃军纪；于南方重农耕，促商贸，鼓励农商；于辽东就应该重开马市，暂时安抚各部势力，待得富国强兵之后再一举镇压，免除后顾之忧。这样你明白吗？不明白，但好像挺有道理的样子。岂止是你不明白？不写又能怎样？谁让你如此贪吃？不到半月，俸禄就被你吃光了。写吧，写吧，不然哪来的银子呢？你找谁？唐大人可在？老张，怎么了？唐大人，潘大人让你速速前往欢义楼。这么晚了去青楼干嘛？吴安侯的长子郑成死了。死因为何？以我30余年仵作的经验，不好说。你知道这具男尸的身份吗？武安侯府长子郑成。那不就得了？世子家出了这种事情，人家老孙不想说，你就别难为人家。他不说，那你说呗。哎，你们顺天府的人都不说，让我一个帮忙的说呀？你堂堂一个医痴，见到这种稀奇古怪的死法，忍得住吗？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别废话。虽然说这具尸体所有的症状都像是脱阳而死，虽然说，你还让我说吗？2个疑点，来。你看他的牙齿内侧、牙缝以及口腔有血渍，这说明死者生前可能是吐过大量的鲜血，并且未来得及清理便死去。你再看这房间里面，异常的整洁，没有丝毫血迹。看这个，看，
说这是死者生前所留，那么在他死之前肯定是极为痛苦。中毒？不确定，得回去慢慢查。那尽快啊！我不是你们顺天府的人吧？不是。那为什么每次勘察现场我还要听你的指挥？我欠你的呀！你我之间不说欠不欠的，你吃了我多少顿饭，我跟你算过吗？哦，你给我算这个，好，我们来算一算，我吃你的多还是你吃我的多？哎，老裴，你还跟我记小账啊？我记得还少了呢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是我出诊被你的人给拽过来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妇科圣手嘛，有多少夫人小姐都不是真的有病，就算真的有，看到你也就好了，那是出不了人命的。你说话但是这里已经出人命了。这位呢，就是我顺天府的推官，唐范唐润清，心思缜密，长于断案，此案交给他，二位放心。侯爷，二公子，还请节哀。是你？怎么回事？第一个发现死者的人是谁？回堂大人，正是小人。你们与我分开之后，都发生了什么？青姿姑娘，青姿，青姿今日入院，不方便服侍公子。我管你入不入院。公子喝多了，请移步旁边厢房休息，青姿就不送了。不是青姿，这郑公子，郑公子，后来崔妈妈干嘛呀？便带我们去了那间厢房休息。你家公子平日来此，都是找青姿姑娘吗？对，一直都是住在青姿姑娘那里。那青姿姑娘后来来了吗？后来唐大人我就不知道了。我伺候完我家少爷之后，我就走了。少爷扇子给您放这儿了，等留着。哎，那屋内恣意的女童，你可否认识？不知道。你何时回来的？4时左右。少爷。少爷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刚刚说你伺候你家公子吃药，吃的是什么药？阜阳春。做什么用的？壮阳补肾。这个药从何而来？这个药是青姿姑娘给我们家少爷的药方。方子是在唐喜白街那家回春堂，对，在那儿出的方子，我亲自找的药。配药的伙计你可否认识？大概高高瘦瘦的，有20来岁。这儿，哦不，这儿有颗黑痣。你去把老鸨和青姿姑娘叫过来问话。是。郑成是你的常客。是的。那为何今日你会与他发生口角？大人，是这样的，青姿，让他去隔壁的厢房先休息半个时辰，待会儿你跟我一同去赔个不是。小气二了吗？睡着了。睡着了。你当时进屋只有郑成一人。正是，当时他睡得正熟，我便没有打扰。那是什么时辰？将近戌11刻。灯烛是亮的还是灭的？是亮着的。屋内恣意的女童是谁？她是何时进去的？大人，女童我真的不知道是谁，而且她不是换1楼的姑娘。几时进入的房间，我更加是不知道了。再说这郑公子，
把外面的姑娘带回来也不是第一次了。案发现场岂能破坏？唐范，现下天色已晚，家父想把家兄带回家中，早早盖棺治丧。不知大人能否与我行个方便？啊，死者为大，本该入土为安的。此事非同寻常，这个案情还有诸多疑点。为了方便查验，我们还是要将令兄的尸身带回顺天府。我儿乃我侯府长子，怎能等同一般民夫？他的尸身，侯府自会保存。侯爷说的是，令公子的尸身本就应该回到侯府之中，还请侯爷节哀。走吧。这些年，我白发长了不少。娘娘说笑了，谁不知道娘娘童颜永驻，怎么会老呢？你是成化3年入宫的吧？娘娘记性真好。那个时候你6岁，我38。现在你都17了，我49了，怎么能不老呢？我着人去关外建州女真部寻了些鹿茸雄胎，不是道经，娘娘试试，好的话，我让他们年年进贡。还是你最有心。娘娘别这么说，分内的事情。韩藻这件事，你听说了吧？听说了。总觉得这事有蹊跷，感觉是针对本宫来的。娘娘放心，此事我来处置。有你在，我最放心。来。哎呦，这酒给咱俩折腾坏了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我现在饿极了，咱俩一人1碗面，吃完了回家睡觉啊！好说。师兄，你要是不爱吃面，我就给你换别的。此案有蹊跷，你还是吃面。你仔细想想，这个案子没那么简单。我跟你说这件事，我都已经想好了。武安侯府的侯爷，他是不想家住万阳，再加上郑二家的公子私底下跟我说了，希望这个案子大事化小，所以这个案子定义为武安侯府郑成公子系脱阳急症爆发而死。那自缢的女童呢？哎呀，那就是一个黄一楼侍寝的妓女。你想，一个妓女看到这么大一个人物死在她面前，她能不恐慌吗？她又怕脱不了干系，情急之下自缢而亡。可现场的女尸不是欢一楼的人了。除此之外，这个案子还有多处疑点。第一，郑成口中有大量干涸的血渍，那肯定是他死前所偶，但房间却异常整洁。第二，郑成指甲缝里有木屑，床板、床架有抓痕，这肯定是他死前痛苦挣扎所留下来的痕迹。虽然这2点很有可能是因为房间被重新整理过，还有第3点。哎，听，文清啊，你知道你刚才说什么了吗？你自己都说可能2字了。哎，我亲爱的师弟呀，你到底知不知道你为什么在翰林院被闲置了这么多年？为什么？太较真儿了你！我告诉你，这为官之道就是与人方便，与己方便，只有这样，官才能做得稳、做得好、做得长久。所以这件事情就算了结，你我都不要再说了，好吧？
可是师兄，没什么可是的。师兄，吃面。还是干什么去？回家睡觉。这睡什么觉啊？你吃完面再睡觉不行吗？不过，这面没吃能睡吗？唱功这块玉佩好圆润啊！前朝的一个小玩意儿，数日前从于大人处得来的，随手玩玩。哪个于大人啊？当然是兵部的于大人。邦提督如果有兴趣，可以拿去。哎，我哪有此闲情啊？不如厂工了解这些物件，到我手里那真是糟蹋了。皇上驾到！臣上明参见陛下。臣汪直向陛下请安。两位爱卿平身。方才朕听说武安侯家的长子郑成突然死在了外头，顺天府上报说是郑成身体有疾。此事你们可有听说？臣略有耳闻。此案断案潦草，顺天府有敷衍其事之嫌。臣与上提督所见相同，天子脚下，功臣后裔家中发生了如此惨案，应当追查。如此，谁来查办此案最为合适？为陛下分忧，西厂责无旁贷。此案发生在京城，当由东厂查办最为妥当。近来京城的案子多由西厂负责，此案理应让西厂来查。汪提督办案本领，上明素有耳闻，但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。为陛下办事，绝无先来后到之分。陛下素来信任西厂，交办的差事，西厂上下也是尽心竭力。若陛下把武安侯大公子的案子交予微臣，西厂定不会像顺天府那般敷衍了事，有负圣恩。上公，有件事。什么事儿？昨晚于大人去世了，您知道吗？哪个于大人？除了兵部的于大人，还有哪位于大人啊？怎么死的？据说是服了毒酒。大哥，是我啊，大哥。大哥，大哥，八百里佳琪召你回京。出什么事儿了，大哥？韩太傅之子韩早走失，陛下找我查办此案。收拾一下，你有立刻回去。是。我有事必须即刻返京，我不在，你会不会逃？帮他解开家眷。左骑大人，这……如果他想逃，不管有没有家具，你们都拦不住他。
报告，这些都是韩早离宫之事，直辈之人。韩公子每日为太子伴读，数年有余，我等自然认得韩公子。那可有看到韩公子出宫？我等都亲眼所见，韩公子离开宫门便上了马车。可是韩府的马车？正是。看他的脖子，脖子上的淤血范围会非常的严重，因为上吊的人一定会不断的挣扎。而你看他的脖颈，勒痕极浅，明显是死后被人用绳索勒制。如果不是自缢而亡，那死因是中毒，也是中毒，跟郑成一样。郑成中的乃是慢性毒药，日积月累毒发身亡，而这个小童中的乃是剧毒，从服毒到发作的时间应该不会超过1个时辰，并且他比郑成要早死了3至6个时辰。也就是说，郑成到了欢迎楼之前，这个女童已经死了。没错。还有件事，男的。大人，昨日可否有一辆马车在此停留？时间在申时，马车上载着一个小童，你可否有印象？确实有一台，里面有一小童说要如厕，我肚痛了。所以马车夫便问我附近是否有茅厕。啊，店家，这附近可有茅厕呀？啊，那边，拐弯就是。啊，这样。他们在此掉头，往那边去了。闹市之中，马车为何会在此停留？那天有人吵架，所以围了很多围观的人，便将这路给堵上了，所以马车不得不在这儿停了一会儿。你可知道此事？经查，吵架二人，一个是武安侯家的公子，名叫郑成，而另一个是顺天府的推官，叫唐范。我要去找这2个人。完了，这下麻烦大了。现在刑部和大理寺联名上书要弹劾我们，说我们玩忽职守，草菅人命。哎，就连东厂都要参咱们一本了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这死者的身份都还没有查清楚，就匆忙结案，能不出纰漏吗？不是，那不是我呀，那是侯爷的意思啊。任强，你得帮我呀。让我想想。行，你想想。你想什么呢？想吃什么？饿了。东姑，老规矩。哦，好。师兄，你在干嘛？这不太吉利吧？哦，多拿了一只。哎，任强，你觉得此事还有回旋的余地吗？那要看师兄想要怎么做了。弹劾我是小，这要是牵连了顺天府就麻烦了。当然了，要是能保住我的官位，那就更好了。这件事情，陛下肯定不会轻易放过，东西厂也一定会借题发挥。你想啊，这死的不是普通人，是武安侯家的长子，这日后是要承袭爵位的人，陛下肯定会过问的。西厂提督汪直，自从西厂建立以来，办了多少朝廷命官，这一时间权倾朝野，可他还没有办过王侯家的案子。郑成这件事，他必是要拿来立威的。哎，那东厂呢？自太祖洪武皇帝设立东厂以来，到现在已经100年有余，可突然间被一个刚刚建立1年的西厂抢尽了风头，这谁都不会答应。所以现在西厂要做的事情，东厂便抢着做。师兄，你若想要全身而退，便要借此想办法。办法？如何做？上一份奏书，先是请罪，然后写出你的苦衷，和那时武安侯的说法，争取陛下的同情。然后写，既然有人弹劾顺天府处置不当，必有不足之处，不如请东厂、西厂、锦衣卫、刑部、大理寺一同协助调查此案，还武安侯府一个真相。
此计甚妙啊！能有你在我身边真好。来面。谢谢啊。哎，任强，那我们是不是拿着奏书也？东姑，这面是你做的吗？新来的厨子。新来的厨子，我要见他，你把他请过来。